星期呢，我们看到发生的最大的国际新闻，当然就是阿富汗变天了啊。说真的，向来这个台湾民众呢，我们过去呢，中间新闻在52频道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电视新闻圈啊，大家经营这个国际新闻都很辛苦，因为大家都知道国际新闻很重要，但是常常看到收视率呢，就觉得很气馁，因为感觉上台湾的观众呢，对于收视率不太买单哈。但是我们看到很特别的是，我们在转入网络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哦，是网络的观众素质特别高呢，还是过去在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调查非常的不客观有问题呢？这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在转入网络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国际新闻呢，台湾中天新闻，我们的这个观众素质非常的高，能够接受的程度也很大。所以这个星期呢，我跟谢老师，我们想想，我们整个小时呢，我们大家都要来谈一谈阿富汗，因为确实它对于中亚的情势也好，就对于中美两大国未来的这个走向挑战，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台湾啊的这个影响都很大。所以今天1个小时呢，我们都来谈谈阿富汗。那么今天拆几个题哈，第一个当然我们就要来谈谈，美军这一次呢为什么这样灰头土脸、狼狈不堪？那么照理说呢，拜登之前跟塔利班的这个撤军协议也已经签了嘛。那么照理说，美国国力这么强，照理说美国又很有钱啊，所以就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喀布尔的这样子一个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开溜的这个情况呢，会出现在全世人的面前，而且呢还出现了很多死亡。大家可以看到哈，在飞机起飞之后呢，有一些这个阿富汗挤不上去的民众攀爬住这个起落架，最后呢从空中活生生的摔死了3个人。这个由于这个拍得很清楚，现在的这个媒体科技呢，真的是镜头调得很远，所以摔下来的这个人体的挣扎都还看得很清楚。这一幕呢，真是让全世界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撼啊！然后呢，在这个飞机起飞之后呢，大家就看到满地流下来的拖鞋啊！那也让这个西方采访的媒体记者看了，真的是觉得很揪心、很难过了，因为在这个你争我夺的过程当中，拖鞋也来不及顾了嘛，可以说是满地疮痍。所以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你的这个主观感受。你看到这个在喀布尔机场的那个悲剧哈，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没有想到撤军撤侨是这样的一个撤法哈，没有想到这个阿富汗人这么的可怜。你当时看到这一幕画面，你心里的直观感受是什么？我觉得状况比当时这个美军撤离西贡的时候更惨，而且是更难看。那现在美国国内的各界都在究责，对，就是说怎么会发生这个情况？不是给了这个拜登政府很长的时间，是啊，来处理撤退的问题吗？撤军协议也签了，是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感觉这个情况有点荒唐了。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人家就现在质疑说，美国这个国家情报系统还有没有？然后他这个军方还有他这个外交部门到底有没有计划的能力？到底有没有计划？那现在在美国的电视上啊，就是每天都在谈这个问题。对，那拜登、川普的话，拜登啊，掉了7%。对呀，一下子掉7%，掉7%。对，这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哈。所以这个事情现在美国我们看到共和民主两党都在骂啊，他的民调下滑。那么这个 CNN 等等，大家都在骂，《纽约时报》也这个骂得很凶哦。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飞机降落之后呢，美国空军说呢，在起落架还发现了一些人体残骸啊，没有掉下来的也都活不成了。然后呢，这架这个C妖拐的这个运输机，本来计划搭载是150人啊，最后挤进了640人。所以我想大家透过中天新闻的频道也看到机舱里的画面嘛。这个人挤人啊，挤得有些人坐都坐不下来哈，还有妈妈抱着奶娃抱在怀里喂奶的，男女老幼哈站在里面挤得不得了哈，还有歌手，这个知名的歌手也在里面，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什么概念呢哈？照理说这应该是一个计划性的一个撤军或者撤侨嘛，所以当时呢，这个机场也阻止不了，完全没有办法阻止大家蜂拥逃上这个飞机，最后机长怎么办？明明超载。但是时间极其紧迫，你也不可能把大家一个一个拉下去，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机场最后决定时间到了，这个机长说门一关，全部打包带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景象。那我们看到美国还算是好的，荷兰更惨，荷兰在那边也有侨民，荷兰也派出了飞机，最后呢，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在落地不知道安不安全，塔利班会不会攻击，所以呢，荷兰飞机落地之后呢，眼看着苗头不对，落地没多久又飞走了，一个都没载到。
那德国也很惨，德国的专机来撤侨，最后也是一样，太紧急了，只载到7个人离开，一架大飞机啊，荷兰、德国都是苦主。那我就要问一下介大使了哈，到现在为止还是想不明白哈。那么当初在川普跟塔利班签的这个撤军协议当中，不是塔利班有保证吗？不会对美国还有相关的这个设施等等进行攻击吗？那为什么撤军撤的这么害怕哈？这一天本来是约定在8月底了啊，已经提前还这么恐怖。还有美国7月，你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撤军也是摸黑3更半夜偷偷撤离哈？他连他所扶植的阿富汗跟政府都没有告知。在撤离之后2个小时，阿富汗部队才赫然发现，怎么搞的？美军基地呢，人去楼空，人呢不见了啊！美军半夜开溜，为什么？我想他基本上就是怕被追击，他怕他走的时候这个塔利班也好趁机报复他，所以他把它当做一个秘密的军事行动在那边在运作。那这里面我想。主要是对塔利班的不信任，对，因为军队撤退的时候是他的弱点最多的时候，他也很怕这个时候，他这个军队被人家追击啊。因为去年2月，川普事实上跟塔利班签的这个协议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让我好好的离开，对，是啊，让我也不能说光荣的离开了，就是说不要伤害我啦，不要伤害我，让我走的这个安安全全的。那所以，就 Trump 他自己出来讲说，我当时都跟你们讲的那么好的，你这个拜登你怎么执行的？那这里面现在美国最诟病的，现在在电视上他们记者最喜欢访问的，就是美国的这些曾经在阿富汗打过仗的这些退伍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朋友是阿富汗人，他可能当时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他的命是那个阿富汗的翻译人员救的，说阿富汗的军队救了他的命，所以他们现在就出来大声疾呼说，你们当时不是承诺要把这些人接出来的，可这些人现在都透过 email 写给我说，救命啊！我现在完蛋了，我现在出不来。对，他们当初帮美军工作，帮美军翻译，帮阿富汗政府翻译，现在难道不会遭到清算斗争吗？他们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可能不太了解，你看到民众争相蜂拥要逃上那架最后的这个班机大家以为是所有阿富汗的平民百姓，其实我觉得倒不是，那一些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帮阿富汗政府军，对，或是帮美军工作的人。也就是说，在我们台湾来讲，应该是第2类嘛。对，都第2类，对不对第2类嘛，帮政府工作的都是第2类，他们的危机感很高，担心会被这个塔利班这个来清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讲对阿富汗的民众来讲也是很痛苦了，因为20年前美军入侵阿富汗是不请自来，现在呢是不告而别，我没有叫你来，你来了你没有知会我你就走了特别是我们看到7月那场。撤军3更半夜偷偷溜走，这难道没有损美国的强国形象吗？事实上，这个阿富汗政府发现之后非常的恼怒，很愤怒，因为基本上我们俩是盟友啊，对不对我的钱是你给的嘛我是你扶植的，我军队的薪水都是你付的，你走了跟我打个招呼都不行吗但是我看到美军为什么要这样呢？3更半夜撤离，他们只带走了重武器，很多轻武器罐头食物全部丢得满地。所以后来他们一撤军之后，阿富汗民众赶快进来趁火打劫，全部搬空了。为什么呢？我看到一个讯息，事实上美国政府呢，不要说不信任塔利班了，他们连阿富汗政府也不相信。为什么？比方说有一些讯息显示，像美国之前交给了阿富汗政府有210部的夜视仪，晚上可以看清楚的夜视仪。后来呢，在某些镜头中赫然发现，有其中49部呢，竟然出现在这个塔利班人的手上。我给的是这个阿富汗政府军，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塔利班人的手上呢？还有一些武器还有一些情资等等所以就显示美国不但不信任塔利班，连阿富汗政府也无法相信，所以他要偷摸开溜。他最不信，真的，他们这个在这个阿富汗这块土地上他们可以说举目无亲，而且美国没有训练自己通晓当地语言，对，通晓当地文化。然后通晓当地地理环境的自己的人，20年还不熟，20年还不熟，20年，可见他当时这个计划就不是长期计划，是一年一年拖下来的。你如果有一个真正你是要来
比如说你是真正要在这地方生根发展，那你会做法会不同。所以他20年都靠阿富汗人。那这里面真的，你说就他们来讲的话，美国人他是不得已用阿富汗人啊，可是他心里真的信任他们吗？经过了这么多事，比如说装备被盗卖，或者说是贪吃空缺，或者说内部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贪腐的传言，美国会不知道吗？所以美国基本上不信任阿富汗政府军是必然的，而且他们找回来的头呢，譬如说这个嘎尼，对，他唯一可以信任的，因为他长期住在美国，对，而且美国人他是美国人，对。可是嘎尼在阿富汗是不是本身也是算是半个外国人？对，这个稍后我们会再仔细来谈一下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拜登的他的这个民调一下子掉了7%，可能很多台湾人误会哈，说是美国。美国人不想要美国撤军阿富汗，其实倒不是啊。美国人当然不想在阿富汗继续打仗，因为损伤的是他们的子弟兵啊，因为花的是他们的钱。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之所以非常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折损了形象。美国超级大国，过去美国人在全世界走路有风嘛啊，说谁敢惹美国人呐？但是这个事情让大家看破了手脚，我觉得这个是让美国人最愤怒的，也让共和民主两党最不能忍受的。美国竟然会以一种这样的一个狼狈不堪、连滚带爬的姿态离开阿富汗，这是美国人无法忍受的哈。然后纽时呢，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批评的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用词很直接。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结论做得很好。他说呢，拜登就要以这样的形象再入史册。拜登才刚刚上任没多久，感觉上他的任期好像已经结束，这个人已经盖棺论定了啊。那么当然，这2020的川普塔利班撤军协议，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这个介老师，就像是当初川普讲的嘛，我协议都帮你已经签好了你照理说你可以优雅的撤军啊，你可以安全的撤军，为什么会搞到这样？这真的是拜登的责任吗？我觉得拜登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执行是他嘛。因为川普事实上他原来是约定5月1号，今年5月1号撤光，可是他事实上1月20号政权就交出来了。对啊，他说我来不及啊，这么短的时间。所以整个的那川普事实上他是说你拜登不是继承我的这个撤军的这个大决定，对啊，那你这个后面的计划是你啊。可是我们在兵法上讲的一句很重要，我认为很至理名言没有不会打仗的兵，只有不会带兵的将。那这个里面完全出在指挥体系。对，指挥体系谁要负责？当然是拜登啊。他用了这几个娃娃兵，比如说苏利文，国家安全顾问，好年轻啊。他现在是众矢之的，因为人家就说他没有实际能力。对，他过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人得道，他是鸡犬升天那个鸡犬。那就突然做了这么重要的位置，他没有办法穿针引线、纵横捭阖，然后也没有办法在重要的时刻给予拜登真正有效、非常重要的建议。他就跟拜登的这个走狗一样，就是小跟班一样。他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当然，当初这个川普把时间定在5月1号，大家觉得他有一些小心机啦，因为他要连任嘛5月1号他知道很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投我会比较安全呢？对不对所以当然拜登后来也抱怨嘛，我上任的时间这么短你要我撤军执行一个这么大的计划。但是我觉得季老师讲得很对，比方说现在我们蔡英文政府常常还在耍锅给马英九嘛，毕竟你已经执政了你就要负起所有的责任。所以对拜登来讲没有错了你的时间是很紧迫，但是季老师讲得很对啊，就说你这个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也就显示呢，你的交接期可能做的真的是不好，或者说太掉以轻心了。包括我们看到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还在度假。度假后来发现苗头不对，出来发表一个这个演讲，发表完了之后他又跑回去度假。这个情况当然在我们台湾人眼里看起来也是觉得不可思议了他还有心情度假吗？他还睡得着吗？另外一头，我们看到这20年来，美国确实付出了极大的成本有多少呢？美国的布朗大学有个战争成本的研究他就好好的给美国算了算账我觉得美国人看到这份账单呢，真的头皮发麻全部加起来是2.26兆美元
好，其中呢有2500名美国军人死亡。好，我们看到美国当初这笔钱哪来的呢？美国这笔钱其实也是筹措借来的，也就是说接下来要有好几个世代的美国人来共同分担、共同支付啊。在这20年的战争当中，直接的作战成本就8000亿美元啊，训练阿富汗军队850亿美元，钱比较少一点。整个债务利息吓死人，20年来利滚利的债务光是债务利息5300亿美元呐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阿富汗的军人的薪水工资，7.5亿美元。另外呢，你还有这个2万名虽然这个死亡的2500，还有很多受伤的啦、残废的啦，你照顾前前后后2万名美军伤亡士兵3000亿美元。现在这笔账呢要好好算一算，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美国人真的并不支持这场战争的原因，也就是因此这个拜登这历经了这么多任总统拜登下定决心要从这个天坑里面，要从这个坟墓堆里面爬出来那么撤离之后不是就结束了撤离之后你还要继续付钱呢。对不对因为美国还是有一些道义存在了还要继续支付哪些钱，夯不啷当加起来可能要高达6.5兆美元。这里面前一阵子我看一个美国新闻媒体也在算这笔账。对。你看它这个里面你刚刚提到8亿是军备，对，8000亿是军备，8000亿是训练费用，谁赚800亿训练，谁赚走了？你知道？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美国军工复合体，他们讲的洛克希德马丁啦、雷神啦，还有几个大的军火商，他们事实上是获利最大的，钱都到他们口袋里面。然后这一些军工复合体很有趣，他那个报道把他们那些每个公司里面上层的董事长啊、什么执行长什么名字一排开，全部是前美国国安安全副顾问、前美国海军部部长、前美国这个参谋总长联席副主席，全部是这些人，都是美国的退休高官都是退休高官，而且2党皆有。所以再加上这些大的军火商，他们在美国各地这个工厂靠他这个工厂来怎么样？来绑架当地的国会议员。所以美国的国会行政部门。然后主要跟军火业有关的，这个叫军工复合体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人家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打仗？美国几乎你说没有用兵，从20次大战没有用兵的日子是数得出来，大部分都在用兵，然后大部分都在全世界各地怎么样培养维持大份军力，这背后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所以这个军工复合体真的有的时候连美国的政府也没有办法。那现在。这一次这个美国为什么怎么样？就是说测的这么难看，这里面有我认为一个关键，就是他跟阿富汗的总统嘎尼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这是最重要一个环节。那嘎尼事实上一定对美国不满，因为他去年2月的时候，川普去跟塔利班他的敌人谈判的时候，就把他晾在一边，对啊，然后。谈完以后再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是啊。然后呢，我觉得拜登最大的问题可能在怎么样？他没有告诉刚刚你说我走了以后，我怎么支持你？我要给你什么？只是不断的在告诉他说，这是你自己的战争，你要自己去打。这句话对嘎尼来讲太沉重了。他打仗要钱要人，对，要有资源。如果这个都没有讲好的话，那嘎尼不跑，谁会不跑呢？是没有错介大使这样讲，大家就能够理解当然，这个介大使讲的这个学术用语，我觉得就是一个战争发财链的一个概念对，我一定要打仗，因为我打仗呢，大家才能够赚大钱。相关都是一个利益共生团体等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这上面真的是一个不要说天坑钱坑钱坑，离开之后呢，这个钱还得继续付，主要就是因为呢，美国入侵阿富汗这20年，虽然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然后这个甩锅给这个阿富汗总统说呢，都是你们阿富汗人没有意志嘛，你们不打仗
啊，这你们的战争啊，不能只靠我们啊，等等。这个话呢讲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也想问一下，美国对于阿富汗难道真的没有道义跟责任吗？啊，如果不是阿富汗，不是美国，这20年来会有这么多流离失所的阿富汗难民吗？周边的国家要承担这么多的一些责任吗？哈，这也难怪我们看到中国啊、俄罗斯啊等等周边的这个国家跳起来，觉得美国把接下来的一些烂摊子都甩锅给他们。那最后我想在这个单元里面再问一下这个介老师啊。数百万的难民啊，我们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抱着奶娃的啦。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妇人知道自己逃不走，把她的婴孩越过栅栏外交给人家，你帮我把孩子带走哈。请问一下，美国难道不应该给阿富汗人民一个道歉吗？我跟你讲哈，这个我要研究一下这个帝国主义的历史的话哈，最麻烦的就是他们要离开一个地方。他离开一个地方啊，他不但不要说他什么道义责任、道歉，通通没有，他还要埋下很多地雷，让这个地方哈继续乱。证明一件事什么？就我在的时候哈，你看情势多好，我一走，你们就自己乱来了，就乱打。所以我在的时候是一个好时间，我走了以后可是走了以后为什么会乱？很多都是美国埋下的地雷啊。现在美国的现在阿富汗的副总统站出来了，他要继续来打这场跟这个塔利班打仗，他就是原来的阿富汗的情报头子。对，而且他过去跟塔利班是势不两立。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底气出来说我要跟塔利班奋战到底？一定是有外援嘛。那也就是美国事实上他已经为战后的塔利班现在布一场更大更长久的冲突的局。所以我们今天问说，为什么拜登会这么烂？那个也不过这1-2万亿元，这些翻译人员，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走？是啊。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就是想让他们留在那边，让塔利班大开杀戒。他们希望看到的塔利班是怎么样血流成河，是大开杀戒，这样让阿富汗的情势永无宁日。你想想看，当时英国撤出印度的时候，印度在那个跟巴基斯坦跟各个地方这些冲突，跟当时英国殖民者要走之前做的那些埋地雷的动作都有关系。记不记得香港这个彭定康要走之前说我要在香港推行民主？对，他在香港统治了100年，彭定康就是道地的一个皇帝。然后他说我走了，我要推行之前，所以这个就是帝国主义这种一种一贯的做法，一贯的手法。是季老师讲的就是说呢，美国要用现在接下来这个阿富汗的乱来凸显当时自己统治时的好这样讲我们就懂了。所以呢，我想这个很多观众们对这个国际新闻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大部分台湾所接收到的国际新闻都是来自西方媒体BBC 啊、CNN 啊、路透啊等等，都是西方式的一个口径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大量的包括讲这个刚尼这个总统出逃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钱，当然他出来辟谣了还有讲这个阿富汗的妇女会多惨现在已经要开始造册啦，要被强迫许配给这个塔利班的军人啊等等。虽然这个塔利班发言人最近很积极主动打电话给很多的西方媒体接受访问，说我不会。我要保障妇女的权益等等，讲了很多，但当然了，以塔利班过去的行径来看，也不见得完全可信任了但未来会怎么走不知道，现在只能说是画上个问号。但是西方媒体呢，已经迫不及待的下了一个定论所以大家看到所有的口径都是接下来会多惨，塔利班多恐怖所以你们是不是应该怀念美国当初给了你们自由啊，给了你们妇女平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带风向的一个意味存在。当然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身为台湾，我们不需要靠边站、选边站，大家保持一个清楚冷静的头脑，静观其变。